之城，一座吞噬自由与希望的监牢。今日，又有一位贵客莅临。这欢迎仪式倒是别致。四城高墙，坊墙森严，这哪里是城？分明是一座困住天下能人异士的巨大监牢。新来的，把身上能用的都留下。滚开！一起上，干掉他！哎呦，新来的兄弟，有话好说，别动手啊！这东城谁说了算？东城掌权人琳琅，他最不好惹。不好惹？哼，我倒要看看有多不好惹。谁是琳琅？我就是琳琅，你有何贵干？琳琅是吧？初来乍到，不知此地规矩，若有得罪之处，还望海涵啊。哟，醒了啊？没伤得多重，睡了一天也够了吧？你到底想做什么？看你武功也不怎么样，这也能当这一城之主？哼，这银针手法精准毒辣，倒是有几分意思。算你运气好，我的毒今日发作，不然你现在已是案板上的鱼肉。轻功暗器确实一流，只是这嘴硬的功夫，比起你的身手，还差了一截。大哥，你可算出来了！那琳琅简直不是人，他竟然敢对您动手！无妨，倒是你，这么晚了还不休息，跑出来作甚？我寻思着您对这城里的事儿好奇，就去打听了些消息，关于北城那位掌权人。大哥，您听说了吗？北城那个新来的掌权人，就是1年前失踪的武林盟主姜慈婉，玄门姜慈婉啊！姜慈婉，他竟然也到了这里？可不是嘛！这人在城里不到半个月，就把北城那些牛鬼蛇神治得服服帖帖。要不是他进来时没带剑，估计更快。你倒是警觉！上！清波部推云长小重山，你竟然是金窗暖烟楼的李福生！现在才认出来，晚了。清波部推云长小重山，若不是人人皆知金窗暖烟楼楼主谢芝芝是个女子，恐怕我们真要以为谢芝芝亲临了。但名声虽大，金窗暖烟楼建派至今也不过10年，谢芝芝的几个徒弟都还未成气候，定然没有这样的功力。不是谢芝芝，又不是他的徒弟，阁下想必就是金窗暖烟楼的开门立派之人李福生吧？没想到先来的竟是小侯爷。小侯爷绕来绕去说了这么多，难道还真想拉拢我不成？我只是微微想到，谢芝芝的师傅那金窗暖烟楼的开门立派之人李福生，竟也来到这无人之城了。幽冥谷的海石崖下种满了鹿铃草，风一吹过，香飘3里。何七七，你身上这股味儿，可比你的名字好认多了。我无意与你较量，我手上什么都没有，你的身份传得比你逃出东城的动作还快。我既已知道你是谁，便没有必要与你一较高下。论毒，你才是行家，我师祖说的。不就是因为他要毒死的人被我救起来了？那老头子记仇竟然记这么久，看来我的算盘是打错了。那我去北城便是。江湖传言里，你对天下武学无所不窥，我还未见识过这样高的武功。你去杀了姜慈婉吧，杀了他，你就是天下第一。哦，如果我输了呢？那我就更知道姜盟主惹不得了。姜盟主剑法高深，独步武林，你不敢惹，我也不敢，哪儿也不去了。我看这草屋就不错。
这就不错，我这麻烦价值不菲吧？东城接纳你，确实有条件。你李福生也不是无利不起早的人。你对这无人之城到底有什么企图？我不过求个安身立命，你不怕我烧了东城？你我皆无根，互为筚柱，总好过孤身一人。你为何来此？太行宫寻仇，是真是假？哼，太行宫，短短半月，死讯就传遍边塞了。这江湖传闻还真是比风还快。我确实交过手，也确实侥幸未死。那一日，我仓皇逃命，重伤倒在太湖边，再醒来已是囚笼，不见天日的囚笼。福生，福之始生。我给你一条生路，敢不敢走？生路，不过是更大的囚笼罢了。我这条命，从那一刻起，便不再属于我。既然来了，便只能安之了。吃穿用度样样不缺，总要付出些代价。这位是黄良梦，挂师，实则更擅长机关之术。他曾窥探雇主秘密，险些被活埋，也是我救了他。你最好安分些。这位是阿元，你昨日已领教过他的热情。他因同门迫害和药物反噬，才变成这般模样。琳琅老大恩重如山，不像某些人一来就惹事。好一个琳琅，好一个东城。7日之后，便是狩猎。4城各出一人，搏杀至最后一人。狩猎，好一个狩猎！我东城今年准备派你出战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他服用了搏落回，此药能提升功力，亦能续命，但狩猎之人皆要服用。你还敢一战吗？夜风呼啸，子时将至。这无人之城倒是清静，猎物今夜谁至？自在者，惊云飞，来得好快啊！压拳枪，阮丁儿，你们竟然联手了！这狩猎的规矩，今夜要打破了。李福生，今日你插翅难飞。当年你伤我师父，今夜用你的命来偿还。二位这般，就为了一个我，看来我还挺受欢迎啊。想跑，哪里跑？哼，打到家门口了。琳琅这小子倒是准备了不少惊喜。这破地方，碍手碍脚。你的内力竟精进至此！南城惊云飞，西城阮丁儿，何七七和赵别义什么时候交情这么好了？你还没赢呢！好一个金蝉寺！琳琅，你这是要借刀杀人，再借机关杀我？琳琅，花招耍完了，下一个便是你自己了。所以你们两个果然是一伙的，多次登门拜访却不得见，没想到第一次见竟是在这样的情形下。我们原本只当琳琅说李峰是为了你才来到这无人之城，是无稽之谈，如今看来倒是不得不信。琳琅，你这戏演的可真够逼真，连我这等老江湖都差点信了，以为你真要杀我，还没死，很失望吧？失望？我只是好奇，两位武林盟主
和金窗暖烟楼的楼主，这三角情仇何时才是个头？胡说什么？胡说！堂堂江盟主，难道忘了当年太行宫一瞥，对谢楼主一见倾心？李福生就徒儿夫君，来到这无人之城。林郎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布下天罗地网，就为了杀我？今夜只求一个结果。你该死！你这刀法不像江湖路数。军中斩马刀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旧仇，10年前，你当真一点都不记得了吗？说，旧仇究竟从何而来？随风而逝吧。你何苦？小侯爷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顺道看看新衣裳，可还合身？极合身。只是那日与李福生对峙，我技不如人，给小侯爷丢脸了。你怎知是技不如人？我此来不是为旧仇，是结交新朋友。新朋友？李福生来势汹汹，只怕不会善罢甘休。你觉得他能离开无人之城吗？琳琅的事，李福生将此晚都无妨。我从不打无准备之仗。小侯爷，您只管大胆行事。无论如何，我绝不会让旁人欺辱了您。好，我记下了。我从来都没有半分顾忌，所以才能在所有的逆势里往上走。李公子，别来无恙，亲自登门，想必不是叙旧，请便。李公子，可想寻个盟友？盟友，是想告诉我秘密吗？猜猜与谁有关？琳琅。他有什么秘密，我都信。琳琅并非寻常人，他是西雀王养子，实则豢养的杀手。他是监视所有人的引线。养子，引线？那他的死是假死？没错，他根本没死。你只是帮他完成了任务，你主动将这把柄递给我，是想与我作何交易？不好奇我为何知道得如此清楚吗？我只想知道你的目的。最大秘密，便是薄落回。我们都是陈眼测试药效的活体药人。活体药人？这怎么可能？出城之人皆因薄落回反噬而亡，这又与琳琅有何关系？追其源，方能解其谜。琳琅是突破口。李公子，你吃亏吃的还不够。你以命相搏，只为救江盟主，更何况你还未服用薄落回吧？小侯爷可知，现在是杀人灭口的最好时机。确实如此。只是你就不好奇，我又是从何处得知这个秘密的罢了。我若是现在死在这里，很快你就会知道了。你是怎么发现的？何七七，他不敢给你下毒，却很乐意看看薄落回在你身上能有多大的药效。可惜，你叫他失望了。旁人不知你和江此晚的交情，你也未见得就知道旁人的交情如何。我不知道你未服用过薄落回的原因，你也不知道我和何七七因何交好。无人之城，总是要有些秘密的。天哪，他竟然一击毙命！何时是个头？这屋子还挺有意思，可惜主人不在，他似乎并不属于你。哦，
好久不见啊，林郎，我还以为你已经羽化登仙了呢。让你失望了。地狱我也去得，寻仇我也回得。你若惜命，当初何必算计我？不过一场豪赌，我赌输了，赢的始终是我。等等，你苦心设计我一场，却还不叫我知晓其中缘由。你没必要知道。我到底与你结了多大的仇？你连死都不让我死个明白。10年前我18岁，你不足10岁，何曾与一个孩子扯上关系？你是何时被那大宅子主人收养的？这件事是谁告诉你的？我还有个更有趣的秘密，说出来，城里定会热闹起来。不知够不够与你做个交易？就为了换你我结仇的缘由。我更想知道无人之城的秘密。你想知道的秘密，我也很感兴趣。李福生，你想拿什么来换？是你从未服用过博洛回的原因吗？那就不必了，我比你自己都清楚。看你这神情，是又在琳琅那里碰壁了。非但没问出究竟，反而发现他知道的更多。他知道什么？我和监牢主人有过一面之缘。一面之缘，这交情不一般吧？嘘，若当年还牵扯了什么秘密，你别瞒我。下一次我们一起出城，我便把所有事情全告诉你。当真？自然是当真。明夜子时，你我同去，还有赵别义、林郎、何七七，这4城掌权人全都在内。这次出城，目标是卧雪城，看来有人要灭门了。卧雪城穆氏一族是时候清理了，记住，斩草除根，不留任何后患。西雀王，此等大计，若是万一失手，又当如何？失手，那便连你们也一并斩草除根。我陈岩的字典里没有失败，只有彻底的清除。任务只许成功，不许有任何意外。西雀王好大的手笔，既要我们卖命，又要我们受制于人，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江盟主，我与浮生多日未见，想叙叙旧。你们先行一步吧。叙个旧而已，江兄不必挂怀。卧雪城，我们很快就到。充值优惠，欢迎各位侠士前来体验。父亲，您走后，这偌大的穆家竟成了众矢之的。小姐，城外来了许多江湖人士，皆是为招亲而来，其中不乏居心叵测之徒。我知晓，如今穆家风雨飘摇，旁僻虎视眈眈，更是蠢蠢欲动。若不招赘一位能镇住场面之人，穆家迟早要分崩离析。老太爷的规矩，如今看来不过是束缚我们的枷锁罢了。穆旭，你可还记得你本不姓穆？金窗暖烟楼的孟无缘，还有林侍郎之子，他们都来了吧？还有哪些是值得留意？衡山的张冲远，太行宫的傅洛，楚家堡的楚山河，还有几位身份不明，以米离遮面，行踪诡秘。米离遮面，哼，看来卧雪城这潭水比我想象的还要深。去备车，我要亲自去会会这些贵客。穆家大小姐，看来她还不知道自己已是瓮中之鳖。这穆家究竟藏了什么秘密，竟让西雀王如此忌惮？孟无缘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你的好徒孙也来凑着招亲的热闹。他这般年纪，武功不弱，又生得一表人才，确实是招亲的理想人选。只是这卧雪城，怕是要成为他的葬身之地了。你当真能眼睁睁看着？哼，我教过的徒弟可不止他一个。
是他，那个被无悔山庄追杀的青木。青木，江湖上那个为了一个女人背叛山庄的杀手，没想到他竟然成了穆家的侍卫。当年他受雇刺杀穆商，却反过来杀了雇主，险些毁了无悔山庄的100年声誉。后来不知所踪，没想到竟被穆家收留，还改名穆许。穆家为了他费了不少力气。看来这穆小姐对他是真心相待，而他也甘愿为他折腰。穆旭，我需要你替我办一件事，去城外找到3树木盖，杀了他灭口。小姐，木盖卷走钱财是小事，可您现在让我去杀他，这其中……他带走了穆家一个不能外传的秘密，事关父亲声誉，绝不能让他泄露出去。你是我唯一信得过的人，只有你能办到。我知道你担心我的安危，可眼下我身边的危机四伏，你不在，我反而能更安心的周旋。去吧，穆旭，这是我给你的任务。好，小姐，我定不负所托。小姐，这是木下的剑，被人扔进宅子里的。木西出事了！不必猜了，穆许是我杀的，半路截杀，干净利落。你倒是坦诚，可穆旭为何会去追杀穆盖？因为穆盖身上藏着穆家最大的秘密，可惜有人比穆许更快一步，将穆盖劫走了。那把染血的剑也是我扔回穆家的，想看看穆商能撑多久。哼，他只会加速招亲，为自己寻靠山。最佳时机便是穆商大婚之日，届时穆家宾客云集，人多眼杂，最适合我们动手。整个卧雪城都将成为穆家的葬礼。商儿，急着去哪儿啊？城中宵禁，可不太平。我乃斡旋城主，何须向堂叔禀报？你武艺平平，穆旭丢了命，你还靠谁？交出城主之印，还能留你活路。穆家之事，何时轮到宵小插手？师傅，您怎么来了？这是清江剑法，谢芝芝怀孕了，还能使出这等剑法？局势彻底脱离掌控了。城中流言四起，说是我杀了苏姐。各位看官，且听我分解。这苏景苏大侠当年武功盖世，世间罕有敌手。可他5年前身死，死状蹊跷，竟是刀伤。这刀伤又是谁所为？太行山还有一人在场，那便是金窗暖烟楼的李福生。竟然是他！李福生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死？哼！江湖传言，谁能信得真？那一日，山上只有他们2人。苏锦死了，李福生却从此声名鹊起，刀法无人能敌。这其中玄机，诸位可品出几分？听说了吗？苏大侠的死8成就是那李福生干的。哼，我就说他来路不明，一身武艺像是凭空冒出来似的呀。你告诉我，当日太行山，你是否真的在场？是。那你与我师父动过手？是。你为何不解释？你可知这流言
将我这些年的追寻全都化为泡影。我费尽千辛万苦，差点连命都丢了，就为了查明真相，替师父报仇。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好一个还不是时候！浮生，你我相识多年，情同手足。今日若你当真无法解释，你我便就此分道扬镳。好一出兄弟戏强的戏码，可惜了，演得再真也瞒不过我这双眼睛。将此王以为软禁，他违逆王命，私自与谢芝芝见面。卧雪城之事绝不能再出任何差池。软禁？这说此王爷的手段真是越来越高明了。他当真会乖乖就范？还有何人敢与我一战？这招亲大会的胜者，非我临江莫属。林公子，还未到最后，何来胜负可说？孟堂主急着回卧雪城，是想去会哪位佳人？小侯爷好大的威风，竟敢在此地行凶！哟，这不是谢楼主吗？久仰大名，今日得见荒郊野岭英雄救美。废话少说，今日你若不给个交代，休怪我剑下无情。清波步伐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只是身法虽快，却少了些力道。小侯爷眼力不错，可惜管得太宽。师傅，他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孟堂主不必担心，我只是好奇，谢领主这般身怀六甲，还如此拼命，莫不是为了负心人？小侯爷不必费心揣测，我谢芝芝做事从来身不由己，但也无怨无悔。江湖险恶，谢楼主身系重任，还望珍重。告辞。师傅，你没事吧？赵别义怎么突然就走了？他不过是试探罢了。走吧，我们还要继续赶路。此晚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无缘，继续赶路，务必在天亮前与坚硬的人会合。这家人不对劲，临江到底在搞什么鬼？李公子这轻功退步了，你倒真是阴魂不散。这地方你来做什么？嘘。穆三爷，考虑的如何了？你两个孩子可还等着你开口呢？穆叔被绑在此地，临江的目的究竟是何？而江此晚又被谢芝芝带往何处？木盖，我的耐心是有限的。你大哥沐雨藏起来的那本书到底在哪儿？别逼我对你的孩子下手！不，求求你，那本我真的不知道啊！大哥他只说年轻时结交过权贵，后来性情大变，把一些事情都写了下来，可藏在哪儿我真不知道。他只提过那个权贵与西阙王府有关。后来穆家出事，他把所有线索都藏起来了。我发誓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原来如此，穆商追杀穆卓并非只灭口，而是为了穆系留一线生机。看来穆商小姐比我们想象的要更清楚穆家的处境。琳琅公子，你如此费心费力，以为在西阙王面前就能博得头彩？可惜啊，你终究只是棋子，真正的后手从来都是临江那种心狠手辣之辈。李福生，你少在这里挑拨离间！我为义父做事天经地义，你以为你有什么好东西？听你的话，我一个字都不信。再敢胡言乱语，别怪我手下无情。你眼中所见即是真的，我的话，你信不信，又有什么关系？真相从来不会因为你的不信而改变。各位英豪，能闯到此处，武艺自是不凡，但这最后一道难题
不再比拼武力，只需回答我一个问题即可。这问题便是：若想藏一秘密之物，你们会把它藏在何处呢？王府那夜，我为了报恩，服下了那药丸，那药效噬心蚀骨。沐雨，你藏匿的秘密究竟是何物？这机关果然精巧，可箱子竟是空的。线索断了，这秘密比我想象的更难学。这招亲大会的最后一个问题：若想藏一秘密之物，会藏在何处？最隐秘之处，往往就是最显眼的位置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说，藏在最隐秘的显眼处。临江公子遇害一案，穆家已报官，相信官府定会查明真相，还林公子一个公道。封锁现场，闲杂人等退避三舍。此案本捕头亲自查办。周满，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九连寨，难道他认出我了？李公子，霍血城这池水看来是越来越浑了。临江的死，周满的出现，你当真一无所知吗？赵小侯爷的事，往往藏在最隐秘的显眼。你我既然身处这局中，又何必分彼此？好一个分彼此！看来我们早已是同舟之人，只是这船不知驶向何方。驶向何方，取决于掌舵之人。无缘，求你离开卧雪城吧。临江的死，周满的出现，穆家现在就是个漩涡，你会陷进去的。我既已答应你，便不会食言。穆家有难，我怎能独善其身？更何况我答应过要护你周全，我不会走。你这是何苦呢？外面的人已经开始议论了。别动！你可知迈过这扇石门，就是万劫不复。你放开我！我必须进去。有些真相知道的越多，死得越快。临江的下场，你难道想重蹈覆辙？你为何在此？周大人，卧雪城的水太深，不该插手的事便不要插手，离开这里吧，越远越好。周神捕，此地不宜久留。你可知你的性命在我这里价值几何？哦，在下贱命一条，倒想听听能值多少金银。姑娘，现在走还来得及。哼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哪有这般容易？该死，还是太晚了。你故意放水了是吗？那女子究竟是谁？有些事情不是你看到的那样简单。你来这里为了什么？穆家的秘密，我势在必得。临江的死，绝不能白费。临江啊，临江，你到底藏了什么？周满，你果然在这里！穆家的秘密休想落入你手。既然你冥顽不灵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！都给我住手！这里不是你们胡闹的地方。李军师来的正好，这出好戏可不能少了你。好啊，人都到齐了，那我也就开门见山了。赵小侯爷，你这伪装也该露头了吧？你根本就不是阿神。这世上总有人比我更怕这秘密，公之于众，不是吗，李福生？赵楼主果然是聪明人，不过有些事，即便知道，也未必能完全掌控。
临江的死不是意外，那把错料指向木须。你放走他，是何居心？木须能全身而退，自然是有人刻意为之。赵楼主对穆家可是情深意重啊。少废话，眼下最要紧的是查清卧血城为何会成为第二个九连寨。我查到，穆旭，真名齐成，他就是九连寨失踪的军师。当年九连寨被屠，他却离奇失踪，如今看来，是投靠了西阙王。什么？九连寨的军师？那卧血城岂不是也要步九连寨后尘？看来西阙王是打算斩草除根，不留活口。临江的死不过是个导火索，这城里的火药怕是早就埋好了。这火药不是寻常之物，江南霹雳堂的手段果真不同凡响。西阙王这是借刀杀人，还想把脏水泼干净。现在不是讨论这些的时候，城中百姓危在旦夕，我们必须阻止他们。木生，你在哪儿？大哥，这里危险，你快随我来。你还活着？找到了，这密道果然藏得深。等等，这上面刻着的是西阙王朱熹营的令牌样式。穆家与西阙王府竟有如此深厚的牵扯。这令牌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这穆家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。走吧，别耽误了正事。你们想做什么？我只是不想你轻生。姑娘，别怕，我们并无恶意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只有活着才能报仇雪恨。报仇？找谁报仇？这卧雪城已是人间炼狱，我穆家呀！是走是留，你自己选。但记住，手中的刀是用来斩敌，而非自清。城中的爆炸居然波及这里了！快走，快走！福生，你来了，正等你呢。这酒是府中珍藏，只待贵客。前面3位都未曾这般痛快，你可敢尝尝？好酒。福生果然与众不同。前面3位心思各异，你猜他们都如何？琳琅第一个来，他不在意酒，只想谢罪。你让他喝，怕是毒酒，也不会中雷。赵别一思虑最密，只会与你周旋。那杯酒他一滴都不会碰。何琪琪不在意这些人情世故，多半会当面验毒。若查出无毒，他反倒失望。妙，福生，这世上还有你看不透的事。有，比如谢芝芝生的，是儿是女？是个女儿，小名念念，父母皆是江湖豪杰，这孩子前途不可限量。女儿。你盯着金窗暖烟楼不是当初谈好的条件。福生啊，我信你，所以一直没动金窗暖烟楼。孟无缘在卧血城做了什么，你比我更清楚。我放他安然回去，你也该知足。我找到那本兵书了，其中有一件事，所有人都忽视了。北戎奴隶军的勇猛异常，不是天生，而是因为伯洛回。哦，你竟能发现这个？小侯爷，我发现了一件怪事。李福生他竟然服下了伯洛回，却毫无反应。什么？伯洛回毫无反应？这怎么可能？难道他有解药？伯洛回的解药，这李福生究竟藏着多少秘密？来人，传令下去，就说东城的琳琅乃是监牢主人养子，
身上藏有博洛回的解药。小侯爷，这恐怕会引起东城剧烈动荡。动荡？我要的正是这无人之城彻底乱起来。去吧，务必让流言一夜之间传遍四城。养子奸细，这无人之城还真是藏不住半点秘密。哟，原来是你小子在这里借酒浇愁呢。李军师也来凑着热闹，不怕惹祸上身吗？这天下能让我李福生惹上身的祸事还没生出来呢。我不过是个替身罢了，长得像你，才得了这监牢主人的青睐。替身？你若真是替身，又何须烦恼？你烦恼的不过是这无人之城不再是你熟悉的模样罢了。林狼哥，狩猎我要参加，我必须出城。掌门他病重了。胡闹！那可是死亡狩猎，4人拼杀1人活，你去了岂不是送死？林狼哥，求你了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掌门他，我必须去。你这兄弟倒有几分血性，不过看在酒的份上，我可以替他想个保命的法子。不必，我的兄弟我自己来护。真到了万不得已之时，我会亲自出手。狩猎钟声一响，这惨烈的生存游戏即将拉开帷幕。林郎，你当真会为了你的兄弟打破这无人之城的规则吗？放弃掌权人身份，倒也出人意料。你不打算用赵别音的秘密反击？赵别音疑心深重，反击更警惕。掌权人不过虚名，能助阿元，挺好。只是若真有朝一日他将你逼入神境，你亦不悔。用那等手段，非我所愿。就像你知晓他的秘密，也未曾动过别的念头，不是吗？他不需要同情，更不需要怜悯，唯有尊重。我们都做不出那等下作之事。老黄，你看好了，我这无崖山功夫忘了7、8，剩下的2、3也够横扫无人之城了。哼，你那3脚猫功夫，狩猎场可没玩笑开，不如求我给你布天衣无缝的陷阱。你那陷阱上次还不是被李大哥给逃了？逃掉！你这机关确实厉害，差点把我扎成筛子。听闻你师从虚都城，以拳法闻名，不知学到了几分？师傅功力高深，我远不及他，但出了无崖山，与旁人相拼，我也不会落于下风。当然，与李大哥你还是不能比的。那我便拭目以待，看你今晚大展身手了。你看，那3人是四海帮孙家、岭南沈家的高手。阿元抽到了下签，一不慎便是满盘皆输，单刀对长枪，几乎毫无胜算。除非2人实力差距太大。这一击毙命！这真的是许都城的拳法和无崖山的棍法吗？他竟藏得如此之深。那个憨厚的胖子，他到底是谁？阿元的拳脚棍剑都是无崖山独门功夫，沈随藏得真深，竟将自己人安插进了无人之城。辽东吃紧，北柔余孽蠢蠢欲动，正是脱身之机。阮丁儿，即刻备装，我们立刻出发。是，小侯爷。西阙王密令彻查沈随私通北戎，属实便格杀勿论。沈随通敌叛国，绝不能容。沈随曾任武林盟主，此事需彻查，不可轻举妄动。此事牵扯重大，背后必有隐情，稍有不慎，便万劫不复。正因凶险，更要步步为营，绝不让叛国者逍遥法外，不让北戎危害百姓。黎川是吧？你随我同行。我不行，我武功低微，求大人换一个。此人胆小如鼠，选他何用？无用之人会有大用。黎川，沈随亲信，换身份也藏不住你。你怎会知道？求大人饶命！沈随退隐，是让你替他背黑锅。我不敢说，我不能说。李大人，您真想知道沈随远离江湖的缘由？这事儿说来话长，还得从8年前说起。愿闻其详。西阙王密令沈随通敌，其中想必少不了些不为人知的纠葛。当年沈随与燕白志青梅竹马，早已定下婚约。燕姑娘貌美如花，沈帮主对她更是情深意重，江湖上都传。既然如此，又为会远离江湖，难道是情变？
那燕白志成亲前夕，随一个名叫应院的无崖山弟子私奔了，沈帮主颜面扫地，成了天大的笑话。应院无崖山弟子倒是巧了，我等此行不正是要去无崖山吗？正是。沈帮主因此事大受打击，性情大变，逐渐沉迷于权力斗争，这才有了后来的四海帮帮主之位，以及如今的通敌嫌疑。他把所有的耻辱都算在了应院和燕白志头上。看，就是他，无法山应院，勾引沈帮主未婚妻，败坏江湖道义，禽兽不如，枉为名门正派弟子。从今日起，我应院与无崖山再无瓜葛，江湖上的一切罪名，我一力承担，不必再牵扯师门。当年他孤身一人，以脱离师门的代价，掩盖了怎样的真相？黎先生深明大义，能放下旧主情谊，以家国为重，李某佩服。沈随若真通敌卖国，我黎川绝不会手软。大义灭亲，虽千万人无误也。无崖山8年了，物是人非。林郎，你方才说应院当年是貌美绝纯，是当年他如天上谪仙，江湖无人不知。只是千面图上记载，有一种毁容毒药，能让人彻底改变容貌，甚至改变骨相，从貌美绝尘到憨厚平庸，只需要一瞬间。应院为何要认下这无耻的罪名？那空白的千面图又隐藏了怎样的惊天秘密？何其奇那张千面图和所谓的毁容毒药，真能把一个绝世美人变成这副模样？这江湖奇术真是闻所未闻。况且容貌改变并非易事，需要极高的药理造诣，其中或许另有隐情。他曾说过，要让应院生不如死，容貌尽毁是最大的惩罚。哦，生不如死，容貌尽毁，这听起来倒像是有人刻意为之，而非天灾人祸。林郎，你觉得呢？沈随、应院、燕白志，其中究竟藏着什么秘密？我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？几位可是李公子和琳琅公子，掌门有请，说有贵客到了。李公子、琳琅公子，掌门在里面正在与人谈话。哦，不知是何方贵客，能让诸位长老如此严阵以待。阿苑，徐师兄，那个弃性忘义、无颜回山之人早已不是我，我如今只是阿元。这是上阳道人的。我在此拾起应院之名，不是为了苟活，是为了报仇雪恨。当年我被沈随活捉，以为自己会死，也甘愿去死，可他却说我这般傲骨，死了岂不可惜？他要的是让我生不如死。沈随竟如此扭曲，他为何要对你如此？他说他看我和看别人不一样，他喜欢看我绝望却又不得不顺从的样子，所以他要你成为他的杰作。他为我服下了毁容的毒药，不是为了让我变丑，而是要我记住我的这具身体，我的骄傲，我的尊严，都在那一刻被他踩碎了。他甚至要我亲手毁掉我最真实的千面图。他说这世上再没有比我更让他感兴趣的脸了。当年你为何不早早复仇？以你的身手，即便身陷囹圄，也总有机会的。我那时顾及燕白志，他被沈俗控制，我宁愿自己受尽折磨，也不愿他受一丝伤害。可如今他已经不在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我只求一死，只求能与他相伴。活着才有复仇的希望，你若死了，谁来让沈随付出代价？复仇？我又能如何复仇？我如今这副样子还能做什么？即便身陷泥沼，我应院也绝不甘心就这样死去。哦，应院的傲骨终究还是回来了。好，我成全你。李福生，明日便要出发去岁月城了。此行凶险，变故太多，但我有一个心愿未了。今夜之后，恐怕难平遗憾。你我多年无缘交手，我不甘心。今日但求一战。让我看看你这傲骨能支撑你走到哪一步。
沈随的卑劣，你当真不知，还是不愿面对？知与不知，又与你何干？你不过是他手中一把剑罢了。我非任何人之剑，沈随的恶行，我定要亲手了结。好一个亲手了结！你以为凭你一人之力能撼动沈随？哪怕粉身碎骨，我也要试一试。勇气可嘉，可惜江湖不是靠一腔热血就能闯荡的。石灰曾言：“此剑名为如愿，愿天下太平，愿世间无仇怨。”哦，这岁月城郊倒是比想象中热闹得多。小子，把身上值钱的都交出来，不然让你尝尝我的厉害！无崖山剑法可不是只有应院一人会使，今日便让你们开开眼界。不可能，你是应院。多谢大侠救命，小人定便传应院大侠盖世威名。应院这个名字倒是有点意思。听说了吗？应院大侠来了，就在城外，一招就制服了10几个山贼。是啊，据说他风姿落月，武功盖世，那无崖山剑法出神入化。看来我这无意之举倒是替你扬名了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快看，那就是应院大侠，果然气宇不凡。世人皆将我认作应院，既然做什么都是错，那就当个恶人。哎呦，可是无崖山的弟子，稀客稀客。小的眼拙，竟没能第一时间认出您。沈帮主特意吩咐，若无崖山的弟子驾临岁月城，务必请您几位移驾神府。沈帮主日理万机，我等江湖散人自在惯了，这里挺好。好小子，果然有几分本事，看我这招开山劈石！犬子顽劣，给你添麻烦了。这事儿我替他赔个不是。阿娘，明明是他，我听得一清二楚，是你先出言寻衅，又先动的手，既打不过，再这般不知轻重，日后便不必出门了。您和那几位远道而来，想必是为了与沈家共商大事。岁月城鱼龙混杂，恐有不便，不如移步沈府。外父已备好宴席，恭候多时了。好一招蚕丝劲，以柔克刚，收放自如。可惜这等武艺竟只用于后宅琐事。林道长，昨夜一见你剑法卓绝，却言自己是无崖山新入门的弟子，这般谦逊，倒让我有些费解。燕姑娘过奖了，行走江湖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我本名林晨舟，无崖山弟子，此言不虚。好名字，这世上能让苗家双煞甘拜下风的新入门弟子，恐怕也只有林道长一人了。沈帮主究竟何时现身？我等千里迢迢赶来，难道就为了在此干坐着不成？这般避而不见，是瞧不起我等江湖人士吗？高总镖头，稍安勿躁。沈帮主日理万机，想必自有安排。我等既然是为了抗击外敌而来，不如先将那北戎探子莫罗萨家的线索梳理一番。安陵兄，方才听闻你对那莫罗萨家的行踪有些见解，不知可否与我等细说一二？诸位久等了，沈某来迟，还望海涵。方才听闻诸位议论那北戎探子莫罗萨家，说起来，那北戎余孽，此人狡猾异常，善于伪装。此人沈某早有耳闻，恐怕也难辨真伪。这位林道长昨夜在客栈的英姿，沈某已有所耳闻。苗家兄弟对我盛赞林道长的剑法，甚至说可比当世第一剑客姜慈婉，不知林道长以为然否？沈帮主谬赞了，姜盟主乃武林翘楚，晚辈岂敢与其相提并论？不过是一些微末伎俩，不足挂齿。哦，微末伎俩。能让苗家双煞心服口服的，可不是寻常的微末伎俩。看来林道长倒是深藏不露啊！快看，那人身形气度，莫不是金窗暖檐楼的风秋池？没想到这样的大人物，竟会来这无人之城。竟然是细空刀！传闻这样唯有金窗暖檐楼大堂主风秋池持有，看来真的是风大堂主亲至。这气场，凌厉逼人，完全不输四海帮的沈帮主啊！
这么快就按耐不住了？我还以为你能在沈回面前多演一会儿封大堂主的戏码。您李福生又是何时认出我的？我自认易容天衣无缝，连沈随都未曾起疑。你学风秋时那副清冷孤傲的模样，倒是学了个10成直，连神态都模仿得惟妙惟肖。可我这位故人，就算再如何伪装，性子里的刚硬也不会变。他绝不会让那把济空刀只出鞘半寸便草草归鞘。你将此晚，终究还是心软，舍不得伤及无辜。好了，叙旧的话留待以后再说。眼下，北荣武公主，倒是我低估了她，这倒是有点意思。谢芝芝那边还查到了什么有用的线索？他早已在无人之城设下天罗地网，暗中联络，掌控了那些与莫罗梭家勾结的江湖势力，势力不容小觑。但目前最大的阻碍还是沈随，他狡诈多端，行事谨慎，至今没有留下任何实质性的把柄，我们根本抓不到他通敌的证据。无妨，台上的人还未到齐，这场关乎天下安危的好戏还没真正开场。沈兄，你以为你藏得够深，能一手遮天？终究还是会露出马脚的。莫罗萨家北荣武公主，这身份倒是出人意料。谢芝芝的局，沈随的阻碍，看来这碎叶城的水比我想象的还要深。碎叶城，盛逢，或许是时候去会会这位老朋友了。谁藏头露尾，连我的卧房也敢闯？好大的胆子！这枪法路数，你究竟是谁？五哥好眼力，几年不见，枪法倒是愈发精进了，连我这个小兄弟都差点接不住了。外面的人听着，今夜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靠近这个院子。阮门主，你五哥，此事说来话长。我们今日前来，是有一件万分紧急的事情，想向您讨教一二。边境的真相，恐怕只有您最清楚。边境，如今碎叶城内鱼龙混杂，四海帮更是兴风作浪。沈随那一子，在边境的威望已非同日而语。你们所求，恐怕不简单。盛将军，您是征伐北荣的大功臣，这天下无人比您更了解那场战争。北荣余孽混入中原，意图祸乱，天下英雄无不愤慨。可有一事，我等百思不得其解，唯有您能解惑。何事？当年北荣皇室100余口人被屠戮殆尽，其中绝无圣上旨意，亦非王爷与将军您等所为，因为根本没有必要。那么，敢问盛将军，这血色真相背后究竟是谁下的手？盛将军，世人皆传西阙王当年屠尽北荣皇室，可我却从未信过，我朝并无此先例。赵公子此言差矣。当年攻入北荣都城，王爷只带100余亲信入宫，郑某并不在其中。至于宫中之事，我所知也仅限于北荣老皇帝暴毙。穆家兵书对皇宫之讳莫如深，盛鹏所言与兵书中的空白不谋而合。这背后究竟藏着什么秘密，竟能让穆毅不惜逃离西阙王身边？将军久居碎叶城，与四海帮与沈帮主关系匪浅吧？你们是为了沈随而来？五哥，既然你我兄弟多年未见，我也不想再拐弯抹角。我们此行碎叶城，正是为了沈随之事，闹得沸沸扬扬的北荣余孽，我们怀疑与他有关。这些年，我从未发现沈随有任何可疑之处。你们要我如何助你们找出他的破绽？五哥，这天下没有人比你更了解沈俗，我们想请你找出那沈大帮主的破绽。这天下最了解沈俗之人，并非盛某。若要寻他的破绽，我倒是有个人选，只是我身份敏感，未能成功探查。你们或许可以一试。自从北荣战败，西边再无大国崛起，边境生事的多是些未经战火的小国，真正的威胁反而是这碎叶城。他有沈随一手混迹城中，不仅护卫百姓，也暗中留意局势。一旦有意，不出半炷香，情报便能直达沈随耳中。四海帮与火桥帮之争才过去几年，世人便忘了当年四海帮输得彻底。沈来身为帮主，日子想必不好过。在那种危急时刻，真是聪明绝顶的险棋。海帮全力守着碎叶城，我也不会完全信任他们。派人盯着碎叶城，盯着四海帮，都是我的职责。但目前他确实没有任何把柄落在我手中。若要寻沈随的破绽，那个人选便是四海帮帮主夫人。
燕白志。燕白志，她未嫁前是淮阴燕家小姐，却使得玉关明雪园的独门水袖功夫。可玉关明雪园的武功，从不传于本门弟子之外的人。正是如此，沈夫人却默不作声，任由师门击垮夫君，其中难道就没有隐情吗？淮阴燕家世代武学世家，剑法名震天下，可谁能想到，那位以贤淑闻名的燕家女侠，竟擅长玉关明雪园的独门水袖功，其中纠葛实在耐人寻味。世人皆被表象蒙蔽，都称沈祥与燕白志琴瑟和鸣，轻叠情深。如今看来，不过是沈帮主手眼通天，将这等牵扯玉关明雪园的秘闻压在暗处罢了。江湖流言真假难辨，不必全信，却也不可不查。当年愿与沈夫人并肩同行一事，并非空穴风。若能找到应院，或许便能解开燕白志与玉关明雪园与沈随之间的谜团。若应院的消息被翻出，李福生的真实身份便可能暴露。盛将军所言极是，此事事关重大，琳琅定会多加留意。若有应院的消息，第一时间告知将军。盛将军，如今岁月城局势复杂，天门宗不处不在。天门宗一日不除，我与牙泉枪便一日不能光明正大现身。望将军收留阮某，让我留在府中，暗中打探消息，也好为将军留一线照应。也罢，如今岁月城鱼龙混杂，四海帮监视分密，确实需要一个不被他们留意的耳目。你便留在我府中，切记行事谨慎，不可暴露身份。多谢将军收留，阮某定当谨守本分，不负所托。阮丁儿主动提出留在盛将军府中，是不是你的主意？你早就安排好了。怎么，在你眼里，天下所有的事都得是我的主意？还是你觉得我赵别一凡事都要算计一番？我并非此意，只是你以女子之身隐于男庄之下，孤身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，其中凶险，你可曾想过？稍有不慎，便会万劫不复。女子之身又如何？琳琅，你当真以为天下女子生来就只能困于后院，相夫教子，依附男子？我赵别义偏要闯一闯，天高地阔，乾坤浩大，岂容我画地为牢？沈夫人燕白志那里，我去探，她与玉关明雪园的纠葛，或许还能查出更多线索。你我分头行事，各司其职，也能避开各方监视。嘿，你们听说了吗？昨儿个四海客栈可是热闹得很呐！哦。可是那无崖山的道士又闹事了？可不是嘛！听说呀，那是当着沈大公子的面，把苗家兄弟打得屁滚尿流。怪了，无崖山那些清心寡欲的道士，谁有这般本事？莫不是那应院又重出江湖？嘿，应院，他哪儿还敢踏进四海帮的地盘？听说是沈夫人亲自问的姓名，那人啊叫做林什么来着？林晨舟，对，就是林晨舟。林晨舟。这名字果然是他，李福生，你竟然真的现身了！哦，看来我们的老朋友也来了。这位是一个很有趣的人，你瞧，他倒是比我沉得住气。有意思，他果然察觉到了什么。我打探到了一个消息，四海客栈那个所谓的大老板，其实叫李桃光，是当年顶替我位置的人。至于他身边那个何总管，来历不明，但李桃光对他信任有加。我今日在客栈外恰巧也瞥见了那两人，那两人确实气度不凡，绝非寻常商贾。一个顶替者，一个来历不明的亲信，这沈随背后的北戎势力，看来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。现在看来，我们杀沈随有两条路可走：第一，直接刺杀，然后嫁祸给北戎余孽，就说成是北戎余孽狗咬狗，这样江湖动荡虽不可避免，但至少能除掉沈随这个祸害。第二，寻找沈随通敌叛国的确凿证据，昭告天下。这样一来，无论谁杀了他，都是替天行道，江湖也能少些动荡。只是这证据难寻啊！斗胆叨扰几位道长，府内出了大事，沈帮主请几位速到红鹤楼。这是辽东天门宗的弟子，他竟惨死在我沈府之内。
来人，封锁整个神府，任何人不得进出，此事绝不简单。诸位江湖同道，请看仔细了，这天门宗弟子致命伤并非胸口刀痕，而是内伤。2掌之下五脏俱碎，顷刻毙命。至于这些刀伤，不过是凶手死后泄愤，故不为证而已。沈随此举，既撇清自己，又挑拨了各派猜忌。贵派弟子殒命神府，我必揪出真凶。怎么偏偏是天门宗的弟子遇害？除非是那弟子自己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人。你是说我们活该吗？莫非是你心虚才痛下杀手？那不是如愿剑吗？是应院重现江湖了。应院当年离开无崖山时，便将如愿剑留在了山上。他这师侄拿着如愿剑，又有什么稀奇的？不过是仗着师门余威罢了。诸位，与其在此争执，不如先查明真相。这房间被人重新布置过了。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这里危险，快让护卫送你回去。夫君莫急，事关沈家清誉，我又怎能置身事外？这凶案现场看似毫无打斗痕迹，实则处处透着诡异。那墙上山水画墨迹有异，分明是被人调包，恐怕就在沈家。夫人言之有理，但不排除有人栽赃嫁祸。沈某定给天下一个交代。应院道长，好久不见，没想到你这如愿剑竟成了你身份的铁证。诸位，今日之事，我四海帮本不愿将家丑外扬，奈何案情重大，不得不公之于众。这是我神府婢女死于城外，在她身上搜出的无相神功的破解残页。诸位，这极有可能是千骑行原本丢失的部分。乌鸦山，你们好大的胃口！天下第一大帮，连自家婢女死在城外都需旁人提醒才知，这治家未免也太过严明了。林晨川，你这是何意？想替应院开脱吗？奉王爷之命，封锁神府。今日之事，王爷自有定夺。谁敢轻举妄动，格杀无论。这味道虽然很淡，但我不会闻错。是柏洛回，可那婢女身上并无明显的柏洛回中毒迹象，致命伤是内伤和剑伤。正是如此，凶手用这种赝品让受害者产生功力冒涨的错觉。这婢女恐怕只是一个失败试药人。沈叔他竟然在进行这种邪恶的实验。是谁？深夜造访，所谓何事？金窗暖烟楼燕白志，不请自来，还望见谅。燕夫人驾临，实乃蓬荜生辉，只是不知您深夜前来，所谓何事？为故人而来，也为揭开这碎叶城的迷雾。诸位不必再藏着掖着了，你们的身份我早已心知肚明。柏洛回的赝品，这味道我可太熟悉了。沈随的人体实验已经波及无辜，你们也该行动了吧？阿元，或者说应院，我此生最信任的人，想必你在客栈时就已经认出了我吧？白志，你果然还是这般敏锐。多谢女侠救命之恩。白志，你总是这般急躁，何不让我也过过手瘾？你就知道说风凉话，要是你再慢一步，这樵夫就被野兽叼走了。好好好，是我的错。白志，你可知玉关明雪园的主人其实是花夫人，其背后势力深不可测。花夫人，你从何得知？我自有我的消息来源。无论前路如，有你应院在，我便无所畏惧。好，有你一言，我此生不虚。沈随勾结北戎，以柏洛回残害武林同道，其罪当诛。10年之约，今夜是时候终结他的罪恶了。沈随的侠名，那不过是我当年的一出好戏，女扮男装替他博来的虚名罢了。替夫君扬名，燕女侠这般深情，倒也令人动容。深情不过是年少无知，以为可以凭一腔热血改变命运。当年我燕白志才是那个在江湖上闯荡，替他解决麻烦的人。他沈随不过是坐享其成罢了。这沈随当真如此卑劣？更卑劣的还在后头。我本想与他言明，不愿嫁入沈家，可一场意外彻底打乱了所有。他救了我一命，
却以此要挟，逼我成婚。救命之恩，竟成了强娶的筹码。那燕家大哥被火桥帮陷害之事，莫非也与他有关？那不是意外，那是我燕家大哥的劫难，也是我被困在沈家的开端。火桥帮的陷害是沈随一手策划的局，他先施恩，再趁火打劫，逼我燕家就范。好一个沈随，如此阴险毒辣！你们以为他的英雄事迹只有这些吗？当初他伏击北戎余孽，情报精准的过分，仿佛北戎那边的一切都在他掌握之中。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情报这么准，除非他与莫罗梭家里通外合，借机剿灭北戎余孽，既能巩固势力，也能赢得英雄之名。没错，我一直怀疑，只是苦无证据。他甚至不惜散布我与旧情人私奔的谣言，为的就是将来东窗事发，把罪都推到我身上。哼，好一个伪君子！英雄是假面，情深是戏码，谣言只是他给自己留的退路。如此阴险小人，简直是江湖败类！他不仅与北戎勾结，还与朝中单太师过从甚密。我曾听他们提及，博洛回并非寻常毒物，而是一场交易的筹码。什么？博洛回是筹码？难道他的英雄之名竟建立在出卖国家情报之上？我那个贴身婢女，忠心耿耿，武艺不弱，可她死状惨烈，伤口狰狞，与天门宗弟子的死状如出一辙。这分明是沈随动用了某种非人的力量，他已经彻底走火入魔，连无辜之人都不放过。白芝，你冷静些。当年之事，从来都不是你的错，我也从不认为那是一场无妄之灾。这些年，你独自承受着一切，远比你自己想象的要多。我只是不甘心。我燕家世代忠良，为国为民，从未有过半点异心，怎会出沈随这样的败类？他披着英雄的外衣，行苟且之事，勾结北戎余孽，残害无辜。他到底想做什么？他到底要毁了多少才肯罢休？你们还在这里苦苦琢磨沈随的底细，纠结他的算计，真是可笑至极。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莫罗萨家那个你们找遍碎叶城都找不到的北戎公主，她就在你们眼皮底下，藏得可真够深的。莫罗萨家，北戎的五公主，传闻她一直潜伏在暗处，图谋复国，怎么会在这里？她可不是那种养在深闺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，她化名李涛光，摇身一变成了碎叶城四海客栈的大老板，借着客栈的掩护，悄悄潜伏在沈随身边，步步为营。这岂不是说，李府生大人他早就知道这一切？我们所有人都被他蒙在鼓里。莫罗梭家这个名字久违了。李涛光竟然是北戎公主！看来有人早就心知肚明，却坐视不理，任由事态发展啊。有些事情急不得，所以沈随手中的博洛回也是他提供的，可那药力似乎并不稳定。北戎皇室的秘药岂是寻常人能轻易掌控的？沈随不过是拿到了一个残次品，妄图以假乱真罢了。残次品？那莫罗萨家究竟意欲何为？他想要复国，就需要强大的力量和盟友，博洛回便是他手中的筹码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想要报仇。当年覆灭北戎皇室的可不仅仅是南魏大军，还有一个杀神。杀神？你是说莫罗尼亚？正是。他在北戎皇宫一夜之间屠戮100人，他带走了北戎的至宝。这等凶残之人，他现在何处？他行踪诡秘，没有人知道他的真面目。或许他早已改头换面，隐匿于世。莫罗萨家之所以急于复国，除了报仇，恐怕也是为了寻找此人，夺回北戎秘宝。沈树的野心可不止于此，他要的是完整的博洛回秘方，而这秘方只有莫罗尼亚知晓。昨夜的食药人可处理干净了？回帮主，已按照您的吩咐暴毙于地牢，无人察觉异样。只是这博洛回的药性确实难以捉摸。哼，莫罗萨家给的药终究只是赝品，根本无法持久。我需要真正的秘方。莫罗尼亚，该死的！传闻他剑法登峰造极，
一夜之间血洗北戎皇宫，江湖上无人敢提及此人名讳。他以为改名换姓，潜回南魏就能高枕无忧了。我沈随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能帮助我达成目标的人。莫罗内亚，他就是当今武林盟主姜子婉，用姜子婉的命换取完整的博洛回秘方，这笔买卖再划算不过了。盛逢的消息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，他能如此迅速地得知府内之事，绝非探子之力。他那套说辞，什么流民出城，无非是想把水搅浑。小河编造的故事，他倒说得像真的一样。今日之事，小河居功至伟，若非你临机应变，我们便被动了。能为帮主分忧，是何等荣幸！小河，你今日应付众人，可曾好奇那杀人凶手究竟是何人？实话实说，自然好奇，只是不该问。不该问，你莫不是怨我们未曾将此事告知于你？不敢，帮主思虑深远，自有考量。何况和资历尚浅，不值得如此信任。小何，你加入四海帮已半年之久，碎叶城诸事若无你，绝无今日之顺利。你是我最信任之人，昨夜未告知你，只因时机未到，但此刻正是时候。何也愿为帮主赴汤蹈火。你可知咱们四海帮真的有号令天下的机会？此乃博洛回，让凡人瞬间拥有神魔之力，这是赝品，真正的秘方仅一人知晓。这简直是神物！秘方在谁手中？莫罗尼亚。若早知是他，我当年便该杀了他。莫罗尼亚有中原血脉，年少逃离北戎，又神秘归来，练成一手冠绝天下的剑法。后来他灭尽知晓博洛回秘方之人，潜逃南魏，改名换姓。这样的剑法与心性，南魏30岁以下唯有一人，而这个人就是姜子婉。正是，姜子婉竟已与金窗暖烟楼的谢芝芝成婚生子，还瞒得滴水不漏。姜子婉下落不明，要引他现身，唯有让金窗暖烟楼出事。而他们的大人物就在我们眼皮底下。小何，四海帮已被盛逢盯上，我唯一能信的人只有你。你去杀了风秋池。金窗暖烟楼今夜注定血色弥漫。沈大帮主，你瞧我这副真容，除了北戎故人，谁认得出来？如此冒险，若真面目暴露，多年谋划便毁了。冒险？我们哪一件事不是在刀尖上跳舞？你我握着博洛回的秘密。京中密报，西阙王陈烨正在打压太师岛。又是陈烨，他怎敢？难道他已掌握博洛回秘方？不可能，除了莫罗尼亚，无人知晓。他屠尽北戎皇室，恨意滔天。若把北戎至宝交给北戎之敌，岂非正好泄恨？你怀疑莫罗尼亚把秘方给了陈烨，他背叛了北戎？无妨，他再强也破不了我的无相剑法。这天下除了已故的苏锦，无人能破此剑法。苏锦唯一的徒弟姜子婉重出江湖之日，便是他的死期。你确定他真能破解你的剑法？等他面对我，自会知道什么叫绝。沈大帮主，莫罗瑟家公主，莫怪我来晚了。外头另一边快打起来了。李府生，你当真以为我们不知你金窗暖烟楼的谋算？那千行经引来的无妄之灾，不过是你借势而为的棋子。更何况，你早已知晓莫罗萨家的真实身份。
小侯爷果然聪慧，可这世间谁又没有自己的私心呢？你们无涯山不也盼着那千情经原本，好让无相剑法天下无敌？至于你琳琅，来这岁月城，莫非真只为查案？别忘了，那牙拳枪的枪银可不是白白拨弄的，盛将军的面子，可不是谁都能给的。人人皆有私心，这便是大义。李福生，你早知道伯洛会与北壤有关，为何隐瞒至今？你不是也早有猜测？不然为何带着叶千面前来边境？不就是为了辨别要引？何不求助于我？论解毒，谁能胜过我？应元道长，你心里也该清楚，这次哪有什么大义，不过是诸人私心作祟，都需要一场好戏。沈随必死不是因为通敌，而是他不能再做四海帮帮主之位。单太师与陈衍分庭抗礼多年，是时候倒下其中一个了。你想要燕白志实现抱负，远离伪君子；无涯山想要陈燕手里的千行经原本，想让天下无人能破你们的无相剑法，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大义。散了，都散了。哟，小公子，夜深人静，真巧啊！等我这么久，就为问我为何激怒他们。那日你为何偏要激怒他们？你究竟想做什么？不过是实话实说，刺耳罢了。怎么，你等我这么久，就为这事？那你想不想听听我怎么说你，林晨舟公子？没必要，我早已不叫这个名字。明白又如何？不明白又如何？能听你这样说，你父亲想必也欣慰。不过，你真不担心你父亲的计划被我三言两语毁了？这2日不也安然无恙？沈随手里只有赝品，他定会急于得到真正的伯洛红。若他发现我父亲手中有秘方，或趁早夺取，不然他在单太师那里还有何价值？真是讽刺！我们为杀他而来，如今却要提防他来杀我们。你可曾想过，当年你父亲手下被围困的军队，那几10条人命也是为了吃药。你胡说！我父亲他不会。你敢说这些年，你从未怀疑过那没有生路可言的绝境，还有来得太晚的援军，一切都恰到好处。你为何总想戳穿所有人？难道你自己就清醒磊夺？李福生，你我之间，谁才是师兄？封大堂主，你当真以为我若今夜出手，你还能毫发无伤地站在这里？沈帮主此言差矣，我金窗暖烟楼的待客之道向来是礼尚往来。既然沈帮主对我的剑法有疑虑，不如我们切磋一番，也让在场诸位同道还沈帮主一个清白，如何？哼，好一个礼尚往来！既然封大堂主执意如此，沈某便却之不恭了。这便是无相剑法，果然凌厉异常。这不可能！小重山怎会有如此变化？承让了，沈帮主，方才失礼，还望海涵。哟，应元兄好兴致，夜深人静的，还站在这里赏月不成？今夜破了无相剑法的人，
不是风秋池，而是姜瓷碗。哦，何出此言啊？从你用出无相剑法那天起，我便疑心你并非真正学过，而是知晓破解之法。但今夜我才明白，你所学并非千显经，而是玄字经。小重山能破，不是因为他武功盖世，而是他与清江剑法一样，都是源自苏锦。世人都错了，你与苏锦并非对立，你一直都是他的徒弟，只是你年纪长于姜瓷碗，入门却晚，玄门对外隐瞒了此事，不曾让世人知晓。你们二人学尽了苏锦所有绝学，只是姜瓷碗用的是尽人亲刃剑法，但刀法就如同你们的身份一明一暗。你莫忘了，你我之间谁才是师兄？所以，你我之间究竟谁才是师兄呢？猜的倒是精准，这与你们有什么干系？我师门之事，何时轮到外人来评头论足？琳琅，你的轻功倒是长进了不少，连我和瓷碗都未曾察觉。看来你这趟碎叶城之行收获颇丰啊！你这话何意？至于应道长，向来聪明过人，能猜出这些事倒也不足为奇。只是这些事可不是你一人之力能猜出来的吧？赵别义那丫头果然善于拉拢人心。李福生，你休得胡言！小侯爷他……你何时知道他是女儿家了？他赵别义当了20多年男人，你又是如何察觉的？还是说你应道长也对那赵别之动了心思？我不过是无意间撞见，你别想转移话题。够了，李福生，应院说的没错。我们来岁月城，本就是为了揭露沈随的真面目。你口口声声为燕女侠着想，可当年沈随肆意妄为之时，你又在哪里？你当年没有勇气为他拼命，如今后悔也晚了。沈随配不上他，你也一样。你后悔当年没有告知燕白之沈随的真面目，你不敢想象这些年他是如何在沈随身边小心谨慎、痛苦挣扎。你只想尽快了结此事。可你没有必胜沈熟的胜算，直到今夜，你看到我破了无相剑法，你才想着，若是能知晓破解之法，哪怕计划失败，你也能一剑杀了沈熟。你这是要做什么去？这信笺是谁给你的？沈随的信又能是什么好东西？不过是想用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来扰乱我的心神罢了。原来你早就知道了，你那眼神是怜悯吗？何七七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你何必如此介怀？不是我的错，一个80多岁的老翁仗着精通药理，竟与刚及笄的少女生下孩子，这般荒谬之事，你当真觉得那孩子不可怜可悲吗？谁又能万事遂意？若能选择，你不愿出生，我又何尝不是？你说什么？我并非侯府嫡子，而是父亲与一江湖女子所生。我那同父异母的兄长夭折，我便顶替了他的位置，成了侯府唯一的小侯爷。怪不得你对玉关明雪园如此上心，原来你的武艺出自那里。你看，我便说这上诸人皆有不睡，何人也不能例外。我苦心打探多年，才知晓母亲与玉关明雪园的渊源，寻找她是我活着的执念。我帮你找，待到一切了结，我一定会帮你找到她。一定会了结的，我们都会找到各自的答案。